中国人在日本会受到歧视吗？首先答案是真的会的。最近我又被明显的歧视了一次。怎么说呢？首先，如果说你是中国人这是其一。其次，你的日语不好的情况下，你被歧视的概率实际上是蛮大的，我真感觉挺大的。就我目前来到日本，在东京，我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被歧视的那种感觉了。首先最开始我给大家拍过一期视频，就是我去邮局的时候，对吧？我去邮局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因为我日语不好然后后面又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特意说了什么去规警，有一点点歧视。然后后面的话，包括我去参加各种学校的那种体验课程最开始因为我可能稍微收拾一下，他们会认为有点是韩国人后面我说我是中国人，就一开始他更加的热情，然后后面的话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之后，那个热情就迅速下降。这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怎么说呢？也不算特别的那种歧视吧，但是也明显能感觉到，如果说我们是中国人的话，热情就下降了，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有色眼镜吧，我是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就是前2天最近我想自己做一下自己的副业，就是我会去各种日本的各种门店去买各种周边日本的一些各种卡通等等我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副业这么一件事所以说最近特别忙，更新也比较慢。然后我到了一家卡牌店，就我和我朋友一起去的就特别夸张，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一点点生气就一开始我朋友在那边买卡片嘛，就是那种游戏王卡片，那种游戏王卡片它有一些可能卖不出去的，或者说一些普通一点低一点的一些卡片，它会标一个价格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大概每一张20日元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朋友就在一直挑，但是有一些卡片它比较特殊，比如说这张卡片上面贴了一层膜，那这层膜上面标了一个其他的价格，那么它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所以说我朋友一开始不知道，因为他在其他店买的时候，其他店全部统一按照20日元一张去计算的，他以为这家店也是一样，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去结单。但是我们最终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金额不对，然后我们就问他，后面他就跟我们讲说如果说这上面贴了一个贴纸，那么就是按照这个贴纸上的价格来算。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嘛，我们就说那很多卡片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其中的3张。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个人直接有一点点生气了，你知道吗？实际上一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了，因为我们进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掏出了手机的虽然说我们没有拍照但是我们打开了一些其他的软件在对比价格嘛，然后我们对比价格的时候，他直接叫住我说你不准拍照，然后一下子来了4、5个人全部围着我，然后检查我的手机我真的是直接懵逼了。但是我给他们看了我的照片，我没有拍他们这家门店的那种照片，然后他已经就是警惕我们了。然后后面我买那个卡片的时候，我只要掏出手机，他就盯着我，就算没有把手机对着这个商品，我就是自己去看这个手机，他也盯着我，他什么事都不干就盯着我，你知道有多夸张吗？我当时真的挺无语的，感觉有点不受尊重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朋友买单嘛，你知道他用手机跟我们翻译，一开始是翻译英语，因为我们英语也比较一般嘛，然后后面他就直接问你们是不是中国人？然后我们说是的。他跟我们翻译什么？怎么可能是按照全部20日元？如果说单从这个文字来看，实际上没有特别大的攻击性。但是如果说你在现场，加上他这种行为举止，加上他这种语言的那种腔调，真的会感觉到非常的生气，就明显感觉你是不是那啥？怎么可能那么多卡片全部是20日元一张呢？就这样子这个还是其次的，后面有更夸张的，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一直都是比较尊重人，而且比较守规矩的人，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嘛，其他的店是按照那种规则，然后这家店是按照这种规则，所以我们不知道。然后我就说私たち間違えちゃったすみません我是这样说的。然后他后面又来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他给我们翻译出来就是如果说你们日语不好的话，你们是很难在日本买到东西的。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用那种中文给我们翻译。我当时是真的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也不知道用日语怎么去骂人，也不知道怎么去很有
气势的那种去用日语去反驳别人，你知道吗？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店既然做服务啊，并且也服务外国人，也没有什么标牌，对吧？指示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买东西呢？难道我们日语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能买东西吗？我当时这样问他，我说，私たち日本語を上手じゃなかったら買いませんか？何も買いませんか？我当时就问他，然后他真的很生气，但是他没办法反驳，你知道吗？他就一边生气一边拿着手机，本来还想翻译什么的，然后后面忍住了，然后就直接走到后台去了。哇，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特别严重的受到那种歧视。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做代购啊，做什么等等可能有一些前辈把这个搞得乌烟瘴气我当然我也能理解，但是问题是他们既然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我们在没有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他不应该带有这么强烈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我们。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那种当事人的话，还是会非常生气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什么规则，他也没有标牌，没有什么各种东西，对吧？那凭什么不让我们买呢？我知道有一些门店他们不缺生意，他们也不欢迎这些代购的人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给我们限购嘛实际上我当时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我让他拿10盒那个卡盒，他只给我4盒，你知道吗？我问他有没有上限，他不说，他说10盒太多了就明显就是说不欢迎这种代购的人然后我就说4盒就4盒吧。但是你明显没有这种规则的情况下，你这实际上是已经利用私权了，对吧？利用私权也就算了，后面还这样子歧视我们，对吧？你可以去搞这种限购，你可以把规则制定出来，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或者说因为我们日语不好你就歧视我们吧。我实际上当时真的挺生气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确实是自己日语不是特别好嘛。然后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就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在日本韩国人是属于 T0级别的，然后我欧美国家的人是属于和韩国人接近吧T0.5吧，我感觉其次就是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的一些人。你知道有多离谱吗？他们甚至把我们国家有些时候分成了3个区域一个是内陆一个是某台，一个是某港，你知道很夸张。然后某台是排在上面，然后某港排在中间我们内陆地区是排在最下面。我们下面是哪些人？就是尼泊尔印度泰国等等，那些看着就明显像穷困地区的一些人，我们下面是这些人。所以说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属于一个什么地位，大家大概明白了吗？所以说如果你的日语不是特别好的话，在这边受到歧视是非常正常的当然也不是100%吧，但是我来到这边8、9个月之后我能感觉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挺常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来这边一定尽可能的把日语提升的好特别好的时候再来了。好的，这一期视频实际上就是一些吐槽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然后也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最近没有更新视频，就是因为最近在想着做一下副业去尝试一下，然后卖一些日本的动漫周边这样子，每天都在跑线下这样子，所以说更新速度有点慢了，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